當我們用哲學來探討買不買房的這一個終極的議題的時候，買房怕淪為房奴，不買怕老了流落街頭。無論怎麼選，我們的大腦都在一個受刑的狀態下。這個就是所有的人的焦慮的無間煉獄。海德格的常人，我們追求的往往不是房子本身，追求的是大家都覺得你需要有一個房子，有土斯有財的一個概念。你以為你買了一棟房子，獲得了社會階級地位的提升，但是你有沒有想過，有可能是你擁有房子，而是這棟房子終於擁有了你，你的靈魂空間也被釘死在這個地方。建商代銷你靈魂的墓誌銘。沒房結不了婚嗎？斯多葛告訴我們，你沒有辦法控制房價。房價的漲跌完全不可控，但你如何定義什麼是家，這是可以控制。所以這個問題還是回到你自己本身的內心上。真正的安全感是我們隨時具備重新開始的能力。安全感從來不是鋼筋水泥，或者是那一張土地權狀。齊特果的暈眩，當你覺得你擁有所有的自由，可以決定自己的人生往哪裡去，但是隨之而來的恐懼是排山倒。真拿到擁有一間房子是可以說得通的。當你買了房子之後，你失去了隨時自由的一個能力，你不能出去玩，必須要背房貸，你也不能隨時放棄工作。但是如果你要面臨老了可能租不到房子的痛苦，承受搬家的不確定性，買跟不買都是痛苦的，但主動的承擔你選擇的痛，那才是自由的。房貸30年，為了那幾塊的磚塊的安穩，透支你此時此刻的青春，是不是划算？這是你應該要給自己的靈魂拷問。我們人生当中只是一個借宿的旅人，我們对世間萬物只有使用權，沒有所有權。我們都是這個宇宙短暫寄居的人，房子只是一個旅館。所以擁有房子到底是為了要傳承給下一代，還是你的養老金？這是一個很有趣的這個學問。我們要怎麼樣重新定義家這個概念？所謂的家是一張寫着你名字的紙，一筆貸款，還是此時此刻住的地方？它不是房地產，而是讓你靈魂平靜，能讓你愛的人相聚的角落。買房子是為了讓你活得更好，不要讓自己活得像鬼一樣。很多人會說租屋是一種流浪，但只要你的內心有毛，就算睡在租來的床上，你還是一個國王。買房子啊，這件事情看似是一個避風，重金買下為我們抵禦外來的風雨，但其實它也是一個沉重的枷鎖。當你遇到了不好的鄰居或不好的工作，反而被定死在原地。所以有時候沒有房子是一種輕裝上陣的概念。无壳蝸牛很脆弱，但是你有极致的敏捷跟自由。在死亡的終點面前，30坪的豪華產權，或者是3坪的租屋處，剩下的體積都是一樣的。把30歲就必須要買房，或者40歲必須擁有第一桶金這樣的觀念劃掉，你會發現你還是完完整整的一個人，你沒有缺失什麼。所以你要打掉社會給你硬塞的劇。曾經有看過一個人，他是一個富有的包租婆，但是呢，他卻永遠都在想要買房子跟賣房子的這個過程中糾結，這就是一種虛假的富有，每天都在恐懼資產的縮水。真正的富有是不是擁有最多，而是需求最少，不再被渴望捆綁而擁有全世界。買或不買，你都要有一個靈魂的絕對統一，不要因為貪婪買，不要因為恐懼不買。熱愛你的選擇，不要再回頭望，為什麼當年那麼便宜的時候，我怎麼不多買一點房子呢？我現在就多輕鬆啊！不要讓這些鋼筋水泥呢封印我們的遼闊。我們的價值啊，不是用地段來證明的。無論身在何處，我們都心安理得，心安之處即是歸所。謝謝收看。